大家好，我是直列美股。今天这期我们来深度聊一只很有意思的股票 SoFi， 股票代码 SoFi， 在纳斯达克上市。为什么说它有意思啊？因为它制造了一个让人很困惑的矛盾。它的股价从去年11月的历史高点32美元多，一路跌到现在14到16美元附近，跌幅超过 50%。正常情况下，一只股票跌 50%， 我们会去财报里找答案，看是不是业绩崩了，竞争对手抢走了市场，或者管理层出了丑闻。但 SoFi 不是这样，在这段跌幅期间，它的季度营收首次突破了10亿美元大关，创了历史新高。它连续第9个季度实现了 GAAP 口径的净盈利。它的2026年业绩指引非常激进，预计收入同比增长 30%。而且在股价最低迷的时候， CEO 还亲自从腰包里掏出了超过150万美元，在公开市场买入了自家公司的股票。基本面不断改善，股价却腰斩。这种背离历史上往往是两种情况之一，要么市场提前嗅到了财报看不到的麻烦，要么市场在过度恐慌，低估了公司的价值。搞清楚是哪一种，才是这期视频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今天我会从4个维度来拆解 SoFi 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它的核心护城河在哪里，股价为什么腰斩，以及当前的估值是否合理。整期大约12到15分钟，建议看完再下结论。先把公司背景搞清楚。 SoFi 全称 Social Finance， 2011年由斯坦福商学院的几个学生创立于旧金山。最初的定位很简单，专门帮大学毕业生做学生贷款再融资。逻辑是，联邦学生贷款利率是固定的，往往偏高。SoFi 通过评估毕业生的工作和收入前景，提供利率更低的再融资方案，赚中间的利差。这个模式在2010年代初期很受欢迎，积累了第一批用户。但 SoFi 没有停在学生贷款这一个赛道里，它一直在扩张产品线，逐渐从一家专门的贷款公司演变成了一个一站式数字金融平台。今天的 SoFi 覆盖的业务包括个人贷款、学生贷款、房屋抵押贷款、银行存款账户、股票投资账户、ETF 投资、加密货币交易、信用卡、汽车保险、房主保险等等。注册会员已经超过1000万人。它的业务结构分3大块，我们分别说。第一块是贷款业务，这是 SoFi 目前收入最大的来源，包括个人消费贷款、学生贷款和住房抵押贷款。个人贷款面向有稳定收入的优质借款人，平均信用评分较高，历史违约率低于行业平均。这块业务的规模和利差质量直接决定了净利息收入的水平。第二块是金融服务，这块包括 SoFi Money 存款账户、SoFi Invest 投资账户、信用卡和财富管理等。这块业务的特点是几乎不依赖利率环境，收入以手续费为主。去年第4季度，手续费类收入同比增长了 53%， 是3大业务里增长最快的，代表了 SoFi 从贷款公司向平台型金融公司的转型进度。第3块是科技平台，这是很多人忽视但非常重要的一块。SoFi 旗下有2家弊端金融科技公司 Galileo 和 Technisys。Galileo 主要做支付处理、账户开立、数字银行基础设施，服务的账户数超过 1.6 亿，客户包括大量其他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Technisys 做核心银行系统软件，帮银行做数字化转型。这2家的收入和 SoFi 自身的贷款业务高度独立，有点像金融科技领域的 AWS， 为行业提供基础设施服务。3块业务组合的效果是，手续费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已经超过 40%， 让 SoFi 不再是一家纯靠利差吃饭的公司，抗周期能力大幅提升。SoFi 在2022年1月正式拿到了国家银行牌照，成为一家有联邦监管的真正的银行。这件事的战略意义，我认为在当时市场的反应中被严重低估了。我来详细解释一下。在没有牌照之前， SoFi 要通过第三方合作银行来发放贷款、持有存款和发行信用卡。这意味着每个业务环节都要向合作方支付费用，利差空间被中间商切走了一块，监管上也受制于合作银行的风险偏好和政策限制。拿到牌照之后，这一切都变了。SoFi 可以直接吸收公众存款，把客户存在账户里的钱当成低成本的资金来源，然后用这些资金发放利率更高的贷款，完整的吃掉存贷利差。这就是传统银行最核心的盈利模式，而 SoFi 是用科技化的方式来做同样的事，获客成本比传统银行低得多。具体来看， SoFi 的存款账户目前提供超过 4% 的年化利率，高于大多数传统大银行的储蓄账户。这对用户非常有吸引力，
使得它的存款规模增长非常快，去年全年存款增长超过了 50%， 存款余额接近200亿美元。存款增加意味着可用的低成本资金变多，贷款规模可以扩大，利差质量也随之提升。除了财务上的好处，银行牌照还带来了监管层面的护城河。近几年，美国联邦监管机构对依靠和小型银行合作运营的金融科技公司施加了越来越严格的审查。很多采用这种赞助银行模式的同类公司陷入了法律麻烦，被迫重组业务，甚至关停部分服务。Sophie 已经站在了监管正确的一侧，这道壁垒随着时间推移会越来越重要，因为整个行业正在向有完整银行牌照的金融科技公司集中，而拿牌照的门槛极高，不是想拿就能拿的。来看股价走势图 ，Sophie 从2025年年初在8到10美元的低位开始，涨了将近一整年，到2025年11月创下32美元多的历史高点，市值最高时超过了320亿美元，整体涨幅超过了 200%。这一波涨幅的驱动力主要是两个：一是银行牌照落地后，市场开始重新给它定价；二是连续季度盈利让投资者相信，它不再只是一个靠讲故事的金融科技初创公司。然后从2025年12月开始，股价一路下跌，到2026年3月底，最大跌幅超过了 53%， 几乎是从高点腰斩。在这期间发生了几个重要事件：联储暂停降息的预期、Muddy Waters 的做空报告，以及公司自身的增发融资，这些叠加在一起加速了跌幅。目前股价仍在14到16美元附近，从最高点看跌了超过一半。这张图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财报的走势和股价走势是背离的。公司在股价下跌的这段时间里，季度收入创了历史新高，盈利质量也在持续提升。基本面和股价的背离，正是我们今天深入分析它的出发点。来看具体财报数字。Sophie 在今年1月30日发布了2025年第4季度财报，有几个关键指标我认为值得仔细看，而不只是看标题数字。第一，季度总收入首次突破了10亿美元，达到10.1亿，超过市场平均预期的 9.82 亿。这是一个里程碑，意味着 Sophie 已经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型金融公司的收入规模级别。第二，净利息收入同比增长了 31%， 达到 6.17 亿美元。净利息收入说白了就是存贷利差，是有了银行牌照之后才能大规模吃到的那块利润。它的增长直接反映了两件事：存款规模在扩大，以及资金成本在下降，银行牌照的价值越来越清晰地体现在财报里了。第三，手续费类收入同比增长 53%， 达到 4.43 亿美元，创历史纪录。我特别看重这个数字，因为它代表的是 Sophie 从纯贷款公司向平台公司转型的速度。手续费收入不依赖利率环境，在降息周期和加息周期都能增长，是收入质量更高的那一块。目前手续费收入已经占到总收入的 44%， 离 50% 越来越近。第四，每股收益 0.13 美元，超过市场预期 8%， 对比2024年同期只有 0.05 美元，翻了2倍多，盈利能力提升明显。第五，这是 Sophie 连续第9个季度实现了 GAAP 口径的净利润，这点很重要，因为很多金融科技公司喜欢讲调整后的盈利数字，而 Sophie 讲的是真实的按美国会计准则核算的净利润，这是实打实的盈利，不是通过调整项目粉饰出来的。再来看2026年全年指引，管理层预计调整后净收入达到 46.55 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30%， 调整后伊比特达到16亿，对应利润率约 34%， 调整后每股收益 0.60 美元，同比增长超过 150%。这组数字的组合是 30% 的收入增速， 34% 的伊比特达利润率，每股收益高速增长。在当前的利率和宏观环境下，能同时给出这3个指标的成长型金融公司，我认为是非常少见的。好，财报这么漂亮，股价为什么还跌了 50%？ 我梳理了3个主要原因，每一个都很重要，我们一个个来说。第一个原因，估值泡沫修正。Sophie 在去年11月高点时，按照当时的利润水平，市盈率约58倍，是标普500平均水平的2倍多。成长股给高估值本来无可厚非，因为你买的是未来的盈利增长。但这里有个关键问题，高估值对利率预期极度敏感。联储在今年初明确发出信号，表示暂停降息，甚至不排除再度加息的可能性。这个信号对金融科技板块是双重打击，一方面，较高的利率意味着折现率上升，未来的盈利现值下降，估值自然收缩；
另一方面，市场担心利率维持高位会压制贷款需求，影响 Sophie 的贷款业务增长。这种系统性压力跟 Sophie 自身的基本面关系不大，但它确实是股价下跌最重要的宏观背景。第二个原因 ，Muddy Waters 的做空报告。今年3月17日，著名做空机构 Muddy Waters 发布了一份28页的做空报告。这家机构做空 Luckin Coffee 之后，在市场上的影响力很大。报告的核心指控是 Sophie 存在至少 3.12 亿美元的表外债务没有在财报里如实体现，以及其调整后伊比特达被虚报了约 90%。 消息一出， Sophie 股价当天大跌超过 10%。 Sophie 随即发表了官方声明，逐条驳斥报告中的指控，称 Muddy Waters 对其财务报表存在根本性误解，并表示正在研究针对 Muddy Waters 提起法律诉讼的可能性。 Muddy Waters 之后发布了追问，声称 Sophie 的回应完全没有针对具体数字进行解释。这场争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第三方的独立核实，是当前市场对 Sophie 最大的顾虑之一。关于这个，我后面会说我自己的判断。第三个原因，增发稀释担忧。 Sophie 在2025年底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股权融资，筹集了超过10亿美元的资本。这笔融资使得流通股数从原来的约11亿股增加到了约12.7亿股，增幅约 15%。 管理层给出的解释是用这笔资金扩大贷款规模，加速业务增长，从长期来看有利于股东价值。但资本市场对稀释的短期反应通常是负面的，因为每股对应的价值被摊薄了。部分投资者选择在消息落地后减持，也加速了股价的下跌。三个原因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负面循环：宏观压制估值，做空报告引发恐慌，增发稀释引发减持，最终股价腰斩。现在说一个我认为在整个 Sophie 分析里特别值得关注，但很多人忽略了的细节 ：CEO 的内部人买入记录。先介绍一下 CEO Anthony Noto， 做投资的朋友可能更熟悉他另一个身份，他曾经是高盛的科技、媒体和电信行业负责人，也当过 NFL 的 CFO。2018年才加入 Sophie 担任 CEO。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职业经理人，他对财务报表的理解程度绝对在普通投资者之上。现在来看他的买入记录。今年3月2日，也就是 Sophie 股价已经从高点下跌了约 45% 的时候， Noto 在公开市场以均价约 17.88 美元买入了 5.6 万股，总金额约100万美元。这笔交易已经通过 SEC 的 Form 4申报，任何人都可以查到，没有办法造假或者修改。接下来是更有意思的时间点。3月17日 Muddy Waters 发布做空报告，股价当天在恐慌性抛售下大幅下跌。就在那一天， Noto 没有选择旁观，也没有选择减持自保，而是在市场最恐慌的时候，再次在公开市场买入了约 2.89 万股。他买入的时间点是在报告发布之后，不是之前，这排除了信息不对称的可能性。他和其他投资者一样，看到了同样的做空报告，然后选择继续加仓。两次合计约 8.5 万股，总金额超过150万美元。有人可能会说， CEO 级别的高管年薪动辄几千万，150万美元算什么？这个质疑是合理的，所以我补充几个背景来帮大家判断。第一， Noto 目前直接持有超过1160万股 Sophie 的股票，他的个人净资产和公司股价高度绑定，根本没有必要用真金白银来表演信心。第二，公开市场买入和收到期权激励是两回事，这150万美元是他从市场上实打实买的，不是公司奖励的。第三，内部人在公开市场买入的时机发生在公司遭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做空打压的节点。这三点综合来看，内部人信号相当强。当然，内部人买入从来不是买入股票的充分条件，它只是众多参考维度之一。CEO 可以对自己公司太有感情，也可以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考量，但他至少告诉我们，最了解公司资产负债表的那个人，在当前价位认为股票是被低估的。最后来看估值和风险，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会尽量说的具体一点。先看估值，当前股价在14到16美元之间，我们取中间值15美元来计算，以当前约 12.7 亿的流通股计算，市值约190亿美元。用企业价值除以伊比特达来估值， EV 大约200亿出头，管理层指引的2026年调整后伊比特达是16亿， EV 除以伊比特达约12到13倍。对于一家预期收入增速 30%， 伊比特达利润率 34% 的公司来说，12倍的 EV 除以伊比特达是什么水平？作为参考，
同类金融科技公司的平均估值通常在15到25倍，传统大型银行如摩根大通在10到12倍。也就是说 ，Sophie 当前的估值已经接近传统大银行，而增速是传统银行的3到4倍。再看 PEG 比率，也就是市盈率除以增速，通常认为 PEG 低于1是便宜的。Sophie 目前的 PEG 大概在 0.5 以下，换句话说，按照增速来折算的估值已经回到了相当便宜的区间。相比高点时58倍市盈率，现在确实理性了很多。当然，估值只是参考，关键还是风险。我认为目前 Sophie 面临3个核心风险，必须正视。第一个是 Muddy Waters 悬案，做空报告指控的2件事，表外债务和伊比特达虚报，至今没有得到独立第三方的公开核实或否认。Sophie 的驳斥是声明，不是审计报告。在接下来的季报或者年报审计中，如果独立会计师的意见没有问题，这个悬案基本就可以解除。但如果出现任何保留意见，那就是重大负面信号。这是当前最大的不确定性，投资者在建仓之前必须给这个风险留出足够的余地。第二个是宏观和信用风险。Sophie 的贷款组合以个人消费贷款为主，这类贷款的违约率对宏观经济极度敏感。如果2026年出现经济明显放缓或者失业率上升，信用损失可能超出预期，直接侵蚀利润。第三个是会员增速风险。Sophie 的高估值隐含了一个假设，它能持续快速获取新会员，并向这些会员交叉销售更多金融产品。一旦新会员增速放缓，或者交叉销售率没有提升，成长性溢价会迅速消失。综合来看，我的判断是，当前位置的风险收益比6个月前高点要好很多，但这不是一支适合重仓或者一次性买入的票。比较合理的操作方式是，把 Muddy Waters 悬案视为一个等待事件，先清仓建仓，等第一季度财报或者年度审计确认财务数据干净之后，再考虑是否加仓。好，把今天的内容做一个系统性的总结。Sophie 是一家从学生贷款起家，经过10几年扩张，已经进化成一家拥有国家银行牌照的一站式数字金融平台。我们今天聊了4个维度。第一，公司是谁？3大业务：贷款、金融服务、科技平台，合计注册会员超1000万，手续费收入占比超 40%， 收入结构日趋多元，抗周期能力在增强。第二，核心护城河。国家银行牌照是真实的结构性优势，带来了低成本存款资金以及监管壁垒对无牌照竞争对手的保护。这道护城河的价值会随着行业向有牌照公司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清晰地体现出来。第三，为什么腰斩？3个原因叠加，高估值在联储暂停降息背景下的系统性修正， Muddy Waters 做空报告引发的恐慌，以及增发融资带来的稀释担忧。这3件事里，前2个是情绪和信息层面的冲击，第3个是实质性的但已经发生无法逆转的稀释。第四，估值和风险。当前约12到13倍的 EV 除以伊比特达，低于 30% 的增速预期， PEG 小于 0.5， 估值已经回到了相对合理的区间。最大的不确定性是 Muddy Waters 悬案的最终结论，宏观和信用风险是次要但不可忽视的因素。我的结论是 Sophie 是一家值得认真研究和长期跟踪的公司。对于有2到3年投资时间维度的投资者来说，当前价位已经部分定价了风险，可以开始清仓关注，分批布局。但不建议重仓，也不建议在 Muddy Waters 悬案明朗之前做大额买入，等待审计确认才是更稳健的策略。我市值猎美股，我们下期见。如果这期内容让你有所收获，欢迎订阅频道并分享给同样关注美股的朋友。评论区告诉我你对 Sophie 的看法，我会认真看每一条评论。